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在我们维修电器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给电容放电，不然很不安全。现在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安全的操作。像电器当中，一般的这3种电容比较常见，一种是线路板上的滤波电容，一种是控制电机马达的启动电容，还有一种就是启动压缩机的电容。所以我现在就把这3个电容的放电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其实这2种电容的放电方法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线路板上面的滤波电容放电方法就不一样了。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电容是个 1.5 微法的，这个是个30微法的。因为这2个电容容量比较小，所以说我们可以采取短接的方式，就是说把这2个线碰到一起，这样就实现了放电状态。比如现在我们拿这个插座来试一下，好，现在也就等于说给这里面充上电了。电容的特性也就是说是一个充电放电的一个过程。你们看，听到声音了吧？说明这里面电已经放掉了。这个小的电容放电方法就这么简单。还有这个稍微大一点的，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，比如话这样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但是有的电容上面没有像这个线，所以我们放电不好操作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用把钳子来操作，比如这样，你们看，就像这样。好了，这就放电完成了。但是有的电容容量比较大，我们放电啊比较响，看着有点怕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灯泡来做一个负载，然后把电容里面的电给它消耗掉。比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，好，这样电就放完了。你们看，这样比较安全，不过带这个灯泡就有点麻烦。现在我们来说一下线路板上面的滤波电容该怎样放电。这就是电容的2个角，一个负极，一个正极。像线路板上面啊，我们最好不要短接，因为如果这个短接了，虽然可以达到一个放电过程，但是特别容易烧坏其他的零件。所以这个电容我们千万不要采取短接的方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插电试一下，电拔掉，然后我们用1秒来测量一下。你们看，这边还有280伏左右的电压，看到吗？如果现在我们手摸上去就会被电，非常的不安全。其实像我以前的方法，也就是说用个灯泡来给它放电。比如我们来试一下，你们看这个灯泡闪了一下，说明这个电容的电已经放完了。现在我们再拿1秒来测量一下，你们看，现在基本上没有电压了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都不用这种方法了，因为带灯泡非常的不方便，而且放包里容易压坏。现在我都使用电烙铁来给电容放电的。比如话，现在我们来试一下，插电，测量一下电压，280。现在我们就可以用电烙铁这2个角来接到电容的2个角，就像这样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用2秒测量一下，你们看，基本上没有电压了，说明放电成功。所以说电容放电一般的使用这3个方法就可以了。好了，
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，觉得有用的朋友记得帮忙转发点赞，还有维修电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放电。